欢迎收听茶学笔记。现代人其实应酬真的很多嘛，大家都知道喝烈酒蛮伤肝的，所以我身边不少人现在晚餐都会改喝红酒。听说每天喝一杯红酒可以清血管，这应该算是很养生的好习惯吧？说真的，为了那一点点可能存在的养生效果，你付出的代价绝对比想象中大太多了。我们刚整理完国际医学权威期刊，也就是刺胳针 Lancet 的一份大型实证报告。这其实是被过度放大的迷思哦。如果你习惯每天喝一杯红酒，大数据显示，预期寿命甚至会减少半年呢。不是吧？老师这样讲会不会太吓人啦？每天才喝那么一杯而已，怎么可能就直接少活半年啦？其实这绝对不是恐吓啦，这是科学家算出来的真实模型。根据这份涵盖60万人的大型研究哦，一旦每周摄取的纯酒精落在100到200克之间，预期寿命就会缩短6个月。我们可以实际来算算看，标准的一杯红酒里面大约含有15克的纯酒精。你每天晚餐绝对要养生喝一杯，1个礼拜7天这样喝下来，你算一下总共是多少？15乘以7的话，那不就是105克吗？没错，你以为你是在养生，但就是这个每天一杯的习惯，让你非常精准地踩进了这条少活半年的折寿红线。哇塞，这太震撼的啦！可是老师，以前很多医生不是都说红酒护心血管吗？还有那个什么法国悖论，说法国人爱吃高脂食物，却很少得心脏病，不就是因为喝红酒的关系吗？其实那是早期研究里很容易被过度解读的一种假象。后来科学家重新去检视数据，就发现盲点了。那些每天喝一点红酒，而且看起来比较健康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本来就比较好。所以是因为有钱，就是社经地位高嘛，所以他们饮食比较均衡，有运动习惯，医疗资源也比较丰富。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因为红酒让他健康，而是他本来的生活条件就让他比较健康。我们千万不能把这种统计上的偏差直接当成养生规划。原来是这样哦。可是讲到这里，一定会有很多长辈不服气，说哪有哦，我阿公每天一杯酒也是健健康康活到90岁啊，这要怎么解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误解了。你要知道哦，单一个案子是不能抵消整体统计的。就像有人抽烟也活很久啊，但我们总不能说抽烟就可以养肺吧，对不对？这比喻真的是太绝了啦。我们不是去否定每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少数的特例当作惯例。原来这整个是一个大乌龙但是红酒里面的那个白藜芦醇，不是被证实对心血管很好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剂量陷阱啊！医学界确实承认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的潜力，但问题是，一杯红酒里面的浓度真的是低得可怜。你要达到真正保护心脏的有效剂量，每天必须要灌下几十瓶的红酒。几十瓶？那我大概喝到第2瓶就已经倒在路边了吧？是啊，在你达到那个保护剂量之前，早就因为急性酒精中毒被送急诊了。我们其实都是拿折寿去换取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假性健康。而且最现实的是，有在喝红酒应酬的朋友可以去照照镜子，你的脂肪肝还有肚子那一圈，有因为这样消下来吗？哇，这真的很震撼呢！毕竟在商务应酬上，喝红酒常被觉得很有品味又养生，没想到肚子没消，反而还赔上了健康。所以大家真的要看清楚真相。我们前面算过嘛，每天一杯红酒，一周大概是105克的酒精。大数据证实，光是这样每天一杯的量，不只会让预期寿命缩短半年，中风和心脏衰竭的风险更是会直线飙升哦。天啊，这根本完全是反效果嘛！大家喝红酒本来是想要护心血管，结果反而让中风跟心脏衰竭的风险飙高哦。对啊，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了。而且你以为喝酒只有伤肝跟心脏吗？其实科学家甚至警告，酒精还会偷偷摧毁你的大脑。大脑？喝酒不是只会伤肝吗？怎么又会牵扯到大脑去了啦？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肠肝脑轴线。酒精这个毒素呢，会先把你的肠道给打烂，破坏你的肠道黏膜，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肠漏症 （leaky gut）。黏膜一旦破了，肠道里的坏菌跟毒素就会长驱直入，沿着血液直接冲到大脑去捣乱，让大脑严重发炎。哇塞，等于是毒素直接冲脑了耶，听起来超级可怕。真的蛮可怕的。所以最残酷的事实是，通常在你的肝脏被喝坏、出现肝硬化之前，你的大脑就已经先宕机了。
这会大幅增加老年失智的风险哦。天哪，居然会老年失智！老师，既然红酒不能护心，每天一杯又这么危险，那我改成2-3天喝一小口放松一下，只要不踩到那100克红线总可以了吧？这其实是最致命的错觉哦。就算你以为小酌可以放松心情，这也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明确宣告，酒精是1级致癌物，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剂量，哪怕只是极小量摄取，依然会增加致癌风险。哈，所以连1滴都不行哦？这标准也太严格了吧？其实，在科学上，安全的饮酒量真的就是0。有另一篇涵盖全球近200个国家的大数据，给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那就是把健康风险降到最低的饮酒量就是完全不喝。完全不喝，这结论真的彻底颠覆了大家的观念呢。毕竟数据会说话嘛。我们拿2017年欧盟的资料来精算，所谓的每天少于20克的轻度饮酒，依然导致了将近23000例的新增癌症，里面将近1半都是女性乳癌。更残酷的是，这当中竟然有1/3的病例是发生在每天喝不到10克，也就是连1杯都不到的人身上。天哪，23000例，而且1半还是女性最怕的乳癌耶！难怪老师您刚刚会说连1滴都不行。对，这证明了少量绝对不是零风险，大家千万不要再把酒当成养生工具了。没想到连喝一小口都在默默累积风险呢。不过既然是慢慢累积，那我们年轻人代谢比较快，是不是等老了再来担心这个问题就好啦？这也是个致命的迷思哦，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中高龄族群的事。酒精其实是导致过早死亡和失能的主要风险因子。在全球20到39岁的青年死亡人数当中，高达13.5%都是由酒精造成的。天啊，20到39岁，这不就是最常在外面应酬拼酒的年纪吗？大家都以为年轻人代谢好，多喝几杯睡一觉就没事了，没想到其实是在玩命。真的，千万别以为年轻有本钱啊，这等于是酒精每天都在帮你的健康刷卡透支。为了赚那一点点抗氧化的回馈金，酒精会强迫你的肝脏放下手边的代谢工作，优先去解毒。哇，我懂了，等于是强迫肝脏先去处理酒精这个大麻烦。难怪肚子那一圈脂肪怎么减都消不下来，因为肝脏根本没空去代谢它。没错，你完全抓到重点了。长期下来，这就像是你的健康存折被强制扣了高额的手续费，还让你的血脂变成一笔理不清的烂账。而且少量酒精对大脑与肠道微生态 gut microbiota 的破坏，就像是循环利息一样，会让你的健康债务越滚越大。听起来就算不踩红线，也只是慢一点破产而已嘛。老师，既然红酒真的不适合拿来养生，那我们饭后到底该改喝什么才真的对心血管有帮助啊？其实我强烈建议可以换成喝普洱茶。根据2019年另一篇国际期刊，也就是《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人体试验数据，可以看到普洱茶中的茶褐素 （theobromines） 能够有效透过改变肠道微生态与胆汁酸代谢，来帮助身体调整胆固醇的代谢能力。老师，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诶，它具体在我们身体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肠道的环境顾好，让多余的脂肪有机会可以顺利被排出去。这就像是帮你的身体重新整理一次健康存折。与其放任酒精去捣乱代谢，不如换一个能帮助血管健康的良伴。血脂健康真的很重要诶。那老师，这篇研究有具体说一天大概要喝多少量吗？有的，这批研究给受试者使用的是普洱茶即溶粉。每天大约是3公克，换算下来大概就是1壶茶的茶叶量。这个量其实并不像红酒的白藜芦醇那样遥不可及，它非常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落地执行。原来只要1壶茶的量就够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要喝普洱茶，我就可以安心的大吃大喝啦？当然不能这样想了。普洱茶并不是因为发酵2个字就自动变得无敌健康。好的发酵当然有价值，但发酵绝对不是免死金牌哦。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高血压或高胆固醇的问题，该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的。
没错没错，日常的保养绝对不能取代正规医疗啦。而且老师喝茶的方法应该也蛮重要的，对不对？对，非常重要。普洱茶也不是泡得越浓就越好，特别是胃比较敏感的人，千万不要空腹去猛灌浓茶，喝对方法才能真正做到没有负担。真的选对饮品很重要，喝的方法更重要。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核心的观念要送给大家呢？其实我希望大家记住今天的一个大原则，那就是红酒的好来自葡萄，而红酒的坏来自酒精。想要好处，不一定要顺便吞酒精。把每天一杯会透支健康的红酒换成无糖无酒精的普洱茶，这绝对是一笔最值得的健康投资。没错，健康投资绝对不能碰到酒精。不过老师，如果应酬真的是推不掉，几杯烈酒下肚之后胃碰得像火烧一样，这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的胃守住防线呢？内酒对胃黏膜的杀伤力确实非常可怕哦。不过大家别担心，下一集我们就会来为大家揭秘，有一篇国际权威期刊实证指出，有一种日常的茶品真的能帮你的胃穿上一件天然的防护罩。哇，这么厉害！那我们就下集再来揭晓答案咯。如果你觉得这集内容颠覆了你的观念，记得把影片分享给那位深信每天喝一杯酒会对身体很好的长辈或朋友哦。我们下次见。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用科学书谱转遇间的研究，让茶学必经为你导读，与我一起科学饮茶，温暖你的心。